是吧？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那么上一次更新是11月22号，今天是12月4号，有12天了。主要是最近呢，面临着身份的一个升级，大概就是年初的时候入警权许了一个愿，年底的时候愿望实现了，那么顺带的就有更多的责任，占用更多的时间。这个是我 5.2 的游戏进度。所以说玩游戏最重要的是有时间，做视频呢也是一样的。我突然就能理解一些玩家说玩原神实在太麻烦这件事情。我呢可能是因为最近生活中事情比较多，没有时间玩，所以上线看了看呢又下线了。那有的玩家可能就是玩的游戏太多，每个游戏分不到太多的时间，所以会觉得玩原神太麻烦了。那说回来呢，之前不是说想做一个原神碎碎念的电台吗？那一来是因为这个身份的升级，新身份会占用更多的时间，所以做视频玩游戏的时间就会被压缩，然后呢又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的生活状态。那么我觉得做电台，当然我也不知道电台怎么做嘛，就是说做电台的话就可能会更偏播客一点，剪辑什么的就更弱化一些，能够匹配一下当前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吧。那因为游戏的时间更少了，所以游戏本体的内容可能聊的也就会更少了。第二呢，是因为貌似有些观众其实是有把视频当 BGM 的习惯，那其实我也有，就我做菜的时候还是挺喜欢放一个长视频，然后当成背景音乐去听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会更适合未来一段时间的状态。那我觉得最近比较深的感受就是，当我远离了原神的这个舆论场之后啊，我发现作为一个视频作者，那么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多的关注玩家关注的方向以及游戏中的一些热点，对吧？高情商的说呢，就是服务于观众嘛；低情商的说呢，就是蹭一下热度嘛，不然怎么有流量呢？对不对？那么当我脱离出原神社区半个月，或者说完全没有去关注游戏相关的内容之后呢，我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视频平台开始不给我推这些内容了，就给我一种感觉，好像是5.2 原神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小众游戏，突然大家不讨论这个游戏了，我突然就回到了一个就是自己玩单机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沉默的大多数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感受呢？那你想，像我这样一个做视频的玩家，在脱离社区以后有这样的感受，那么普通玩家他是不是其实在做很多决策和判断的时候都会被这个社区舆论影响？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玩家关注的内容，它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真的关注的内容，而是被平台的算法以及视频的情绪去刻意的强调和放大的。就真的造了一个信息茧房，然后不停的发给还在里面的人灌输这个很重要那个很重要，但真的跑出来了以后发现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争论，角色的强弱也好，游戏的口碑也好，然后流水也好，发展也好，其实在生活中都没那么重要。所以很多时候看到社区里的争论，我觉得就是游戏给玩家带来的情绪真的不及玩家舆论带来的情绪的1%。社区里的对抗其实对抗的不是游戏，对抗的是人啊。就很多时候不是说不给玩家批评游戏，而是玩家很喜欢批评着就批评到人上了。我们说对事不对人，对吧？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挑拨矛盾的手段呢，还是一种批评的不自知。但是呢，就有时候说着说着你就会开始攻击别的玩家，那你攻击别的玩家，别的玩家不就要反过来攻击你吗？这不肯定的吗？对吧？你不能说我攻击别的玩家，我说你们玩原神的都是吃屎，你又不让别人说话，那这个就是双标了嘛。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不是说原神这个游戏有多烂多不好玩，而是玩家之间想要掌握话语权，就是游戏不好玩你删了就行了。但是社群里面的讨论就是无处不在的，就最后导致整个舆论场里的人都跟应激的小猫咪一样，一旦有一些什么意见不同就开始吵起来了，然后吵完以后就相互扣帽子了。就比如说我的关注列表里面有一个 Joy 小兔兔，那他就是被社区打成米黑嘛，那也会有人艾特我说为什么你会关注一个米黑呢，对吧？或者说你为什么会关注某某某的，你会参与某某某的投票呢？就有一种什么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对吧？就这个事你怎么说呢？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在认识那个 UP 的时候呢，人家还没有黑化，那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黑化了，可能是因为真的被网暴了，那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但是呢，就是我们双方交流的时候是相互尊重的，
然后是很平和的。然后他也说过，可能会因为这种相互关注给我带来不必要的烦恼啊，然后也觉得自己最近可能很上头。就我觉得这个才是正常的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这个交流和沟通嘛，对不对？就不存在在互联网上好像是你死我活啊。我觉得对于一个游戏来说，其实就是求同存异。然后有很多人说我很少骂原神嘛，实际上呢，我不但很少骂原神，连评论区有人骂我，我都可以给他就是平和的交流。互联网上很多时候的争论，其实是因为我们相互没有那么了解，可能对待一个事情的看法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最后呢，导致了我们的一个观点的分歧。那如果你的心态是一个上位者，你也愿意花一些时间成本去跟对方沟通，那其实很多矛盾就不会存在，除了一些就是刻意的去激发你的情绪，那这个就是水军一些自媒体比较喜欢用的方式。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很深刻的理解到，就是自媒体也好，流量也好，本身是一种生意嘛。然后既然它有这么强的赚钱效应，所以大家都会来做。那么如果一个作者本身的干货不够多的话，他就越喜欢用情绪上的引导，反而是越严谨的、越学术的东西，就大家越不愿意看，因为太复杂了，看不懂，或者是感觉很无聊嘛。那说回到原神这个游戏啊，其实我自己一直觉得，虽然这些年呢也出了很多新的游戏，但你说真的有什么游戏稳压原神一头呢？我个人倒觉得真的也没有，因为如果真的有一个游戏能够像原神当年公测时候独一档的这种存在，那我相信这个市场的蛋糕啊就被它瓜分去了。就这样吧，我觉得最近真的没有玩游戏，也没有看社区，我完全没有什么灵感。那么这期的碎碎念呢就这样子吧，我是提瓦特弟弟，我们下期再见喽。